在美方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的背景下，拜登政府又盯上了中国制造的起重机。美媒也不断炒作中国制造的起重机带来的所谓国家安全威胁。美国总统拜登21号还签署行政命令，计划斥巨资在美国国内制造货运起重机，以更换在美国港口作业的中国制造起重机。对于美官员声称中国制造的起重机可能发挥间谍作用的说法，中国外交部曾表示，这完全是草木皆兵，误导美国民众。美方打着国家安全幌子遏制中国发展的真实意图暴露无遗。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制造的岸边起重机占全球市场最大份额，目前占美国港口起重机总量近80%。负责网络威胁和新兴技术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安妮·纽伯格，当地时间20号晚在简报会上无端称，这些起重机可被远程控制。全美各地港口与受监管设施有超过200台中国制造的起重机，海岸警卫队至今检验了92台，以搜寻所谓恶意网络活动。纽伯格在受访时还表示，我们觉得这里存在真正的战略风险。因为起重机将大型集装箱运进和运出港口，如果他们在违法网络攻击中被加密、被敌人租用或操作，可能对美国经济中货物流动和美国军队通过港口运输货物产生真正的影响。拜登政府紧接着在21号宣布了一系列旨在改善海事网络安全的行动，这些行动包括斥巨资在美国国内制造货运起重机的计划。美国海岸警卫队发布安全指令，强制要求目前部署在战略海港的外国制造起重机达到某些数字安全要求等。除了港口陆地基础设施，上述行动还要求受监管设施和船只向美国海岸警卫队网络司令部报告海上网络攻击行为。美国海岸警卫队将与其他政府机构分享有关报告。新的海事安全负责人也将被任命。The really focus should be on putting American cranes in and getting Chinese cranes out, which can track absolutely everything going on, not just on the cargo, but on the people and the facial recognition and so on. You have to assume all that is being weaponized. 报道还援引美国政府官员表示，未来5年内将投资200多亿美元用于港口安全，包括货运起重机的生产。这笔资金来自2021年通过的总计1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法案，将用于支持日本三井集团在美国的一家子公司生产起重机。美国官员称，这将是30年来首次在美国国内生产起重机。美方早在去年就对中国产的港口起重设备提出莫须有的指控。《华尔街日报》去年3月发文称，美国国家安全部门和五角大楼的一些官员将中国制造商振华重工生产的用于港口集装箱调运的起重机比作特洛伊木马，担心包括美国军方使用的一些港口在内的全美港口可能会有间谍和破坏风险，声称这些起重机能在作业过程中执行秘密任务。然而，与之前针对中国冰箱、行李安检系统、电力变压器等情况类似，美方此次也并没有拿出确切的证据。有观察表示，任何现代化的港口设施都会使用传感器，通过网络进行数据传输。但是，美国港口的网络归属美国公司运营，美方对中国起重机的怀疑显然是一种凭空污蔑。它是为了应对跟中国的所谓战略竞争，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的大国。那么制造业这块显然美国是个短板那么所以为了推进跟中国的战略竞争，那么拜登政府包括他的前任特朗普政府那么宁愿牺牲经济效率也要做这样一些事情那么其次呢，从政治的角度来看的话，美国现在的这个两党执政当局都非常重视美国国内的劳工阶层的他们的选票，尤其是制造业集中的那几个所谓的这个政治摇摆州的白人蓝领选民的选票，能够一定程度上拉拢这些选民的选票，那么他在政治上就是获益的。去年3月，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曾驳斥美媒的荒谬报道称，有关说法完全是草木皆兵，误导美国民众。今年1月22号，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也就有关问题表示，美国有关政客的被害妄想症是越来越严重了。汪文斌表示，美国有关政客鼓吹的中国威胁气泡越吹越大，同时
他们打着国家安全幌子遏制中国发展的真实意图也越来越暴露无遗。事实上，就在2021年11月，拜登前往美国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港，大谈特谈美国的基建计划时，讲话的背景中停有上海振华重工制造的新巴拿马式起重机，起重机上写着的“上海振华重工”几个字，则疑似被星条旗临时遮盖。此举也被外界认为是此地无银300两。美国渲染对华竞争的本质，近期再次暴露无遗。在17号德国慕安会的一场小组讨论会中，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谈及对华关系时声称，美国正在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并引用了一句美国俚语，引发媒体关注。If you're not at the table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you're going to be on the menu. So it was very important for us to re-engage multilaterally, and we've done that. 这番露骨的美式霸权逻辑言论让很多人感到震惊。黎巴嫩广场电视台网站对此解读称，布林肯的说法再次表现出美国的强硬立场。美方认为美国应该是吃的一方，而不是被吃的一方。环球时报22号发表社评表示，布林肯的餐桌菜单言论表明，华盛顿对外战略真正信奉、遵从的底层逻辑没有根本改变。此外，他可能还想通过这一言论实现一种危言耸听式的恐吓效果，在美国国会进行遏华战略的思想舆论动员。对外则裹挟其他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否则就会上菜单。对于美方频繁渲染炒作中美关系是竞争而非合作，中方多次表示，大国竞争不是这个时代的底色，国际形势越动荡，大国越要加强协调，风险挑战越突出，大国越要增进合作。归根到底，我觉得是反映出来美国呢对于中美竞争过程当中美国自身优势地位丧失的一种恐惧一种担心。那么这个我想，不论是对中美关系的这个发展来讲，还是对整个国际政治的发展来讲，都是不利的。美国国会的反华急先锋、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近日也持续在涉华问题上上蹿下跳，先是鼓噪要在生物科技上防中国，紧接着他又展开任内第2次窜台行程。实际上，加拉格尔早前已明确表态将不寻求连任，此次高调窜台背后是何图谋？与加拉格尔窜台几乎同一时间，美国批准对台出售7500万美元战术武器。中国外交部22号大篇幅回应，敦促美方停止制造台海局势紧张因素，中方将采取坚决有力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据美联社当地时间19号报道，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已相继提出法案，禁止美国的外国对手的生物技术公司与联邦政府资助的医疗服务提供者开展业务。法案还点名了4家中资公司。此次带头出来炒作的是美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加拉格尔。在他看来，这是一场美国输不起的斗争，因为最后的赢家才有资格制定规则。美参议院新兴生物技术国家安全特别委员会也鼓噪表示，该议案将有助于保护联邦政府和美国公民的数据，并将阻止来自中国公司的所谓不公平竞争。深圳卫视注意到，这是美国政府打着竞争旗号，继续在高科技领域大搞小院高墙举措的又一例证。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第一时间回应表示，这些议案的幕后是意识形态偏见，并试图以虚假借口打压中国公司。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要求给予中国公司公开、公正和非歧视的待遇。美国个别反华议员近期可谓十分活跃。除了立法层面，本月12号，加拉格尔联合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1名民主党众议员以及2名参议员致信美财政部、国防部、商务部，要求将2家中国企业列入相关制裁名单。加拉格尔还于上周率领国会代表团前往波士顿与生物科技公司高管会面。对于美反华政客再述科技壁垒，美国国内有许多批评声音，认为将中国公司拒之门外也会伤害美国。观察认为，种种举动表明，在涉华科技交流方面，美国一些政客已丧失理性，他们的想法和做法已经可以用病态来形容。现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方面它正在走得越来越远它的深度和广度呢正在变得前所未有这是一个事实。面对这样一个情况呢，我们也要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也就是说，现在美国国内政治虽然高度极化两党在
诸多的国内问题上存在非常深刻的分歧，但是在强化对华竞争不断的拓展和深化对华竞争这个方面，两党是有着高度一致的共识。所以呢，在这个医疗在生物科技领域接下来美国两党推出对华竞争的法案的概率是非常高的。作为臭名昭著的反华急先锋，加拉格尔担任了去年1月创设的美众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的首任主席，其任内主导了兵推台海冲突，并不断向美国会鼓噪所谓台海随时可能爆发的冲突。此外，他还在国会提出对台政策所谓10项建议，包括快速交付军售项目、扩大美台联合训练、美军在印太区域建立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等，并纳入下一年度的国防授权法案，以敦促拜登政府落实。值得注意的是，加拉格尔今年刚刚39岁，从政前他担任过7年美国海军陆战队情报官。在以鼓噪对华竞争为主基调的美国国会内，他被视为共和党的明日之星。不过，就在本月10号，加拉格尔却突然宣布，本届议员任期结束后，即2025年1月3号后，他将从国会退休，不再寻求连任。距离加拉格尔宣布退休时间不足1年，22号，他高调带团窜访台湾。据台媒报道，加拉格尔此行窜台行程3天，同行跨党派议员还包括民主党籍的克里希纳莫尔与莫尔顿，以及共和党籍的穆罗尔与约翰逊。这是美众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首度组团窜台。And this is my second trip to Taiwan, and I was eager to come back and look forward to many return journeys in the future. 窜台首日，加拉格尔就先后与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后任领导人赖清德等人会面。台外事部门负责人吴钊燮更显兴奋，特别设宴款待美议员团，并广邀媒体报道。这一造势举事显然得到了加拉格尔的默许。面临两岸关系最敏感的一个时间，那他如果在这边来那又演出一出反中大戏正好来这边为什么在他来之前，白宫特别苏立文说话？对，所以说话当然也可能也是跟他一定有耳提面命啦。对于美跨党派议员团窜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2号回应表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方以任何形式、任何借口干涉台湾事务。我们敦促美方务必认清台湾问题的极度复杂性和敏感性，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停止美台官方往来，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实际上，正如加拉格尔在记者会上提及，这已是他任内第2次窜台。去年2月，他曾秘密窜台4天，与蔡英文、赖清德以及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邱国正等人会晤。深圳卫视注意到，与此次窜台提前通过媒体放风，并在行间高调接受采访相比，去年2月加拉格尔的窜台行程则十分保密，直到其返美接受《华盛顿邮报》访问后才公开消息。比较特别是，加拉格尔在启程以前就宣布了，你刚刚也提到了，他不再竞选连任了。但是我们不要 overplay 这个事情，特别是我们汲取过去的教训，很多次的访问，很明显的，我们主要在 serve， 事实上经常达成一个反效果。有长期观察台海局势的学者认为，加拉格尔窜台的意义不只是毕业旅行，更是借此来彰显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的所谓政治能量，以及积累个人政治资本。加拉格尔虽然宣布不连任，但他此前就表示，未来的工作将与他的国家安全目标一致，并将重点放在国防政策上。而且他还十分年轻，加上在军队、智库和国会都工作过，未来不排除竞选州长，或在美共和党赢得总统大选后入阁的可能性。届时更要警惕美国的涉台政策。在大选年已经来临的情况下，打台湾牌也好，毫无疑问都将会是美国两党政治精英谋求自身政治利益的一个重要的手段。所以我想，加拉格尔这一次的行动包括其他的这个访问团的成员，也不排除有为增进本党政治利益这样的考虑在内。更值得警惕的是，在加拉格尔带团窜台的几乎同一时间，美国防部发表声明称，
美国务院已批准对台出售价值约7500万美元的先进战术数据链系统升级计划。这是拜登政府自2021年上任以来第13度宣布对台军售，也是台湾地区2024选举后美国首次对台军售。据悉，美方将派200名政府人员和200名承包商代表前往台湾，提供工程和技术服务以及技术审查。美国国防部安全合作署炒作称，军售案符合美国国家经济与安全利益，有助于强化台湾的所谓防卫能力。加拉格尔在窜台首日记者会上也特别谈及美国对台湾地区的所谓军事承诺。深圳卫视注意到，美国虽多次通过对台军售案，但交付一再延迟。加拉格尔就坦言，在美国国内体系下，对外军售最终落地实施受到多个部门掣肘。外界认为，美国对台的所谓军事承诺恐怕也只是嘴上说说。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2号表示，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特别是817公报的规定，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严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中方一贯坚决反对。中方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停止制造台海局势紧张因素。中方将采取坚决有力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大陆渔民遇难恶性事件发生后，台海巡部门不仅第一时间刻意隐瞒双方碰撞，被揭露后虽改口承认碰撞，但又称没有录影录音，一系列自打脸行为引发两岸民众强烈不满。21号，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我们强烈谴责台方漠视生命、暴力执法、有刻意隐瞒事实真相的恶劣做法，并对台方事后种种毫无人性的冷漠言行表示强烈愤慨。大陆渔船在下金海域翻覆事件，2名生还渔工徐仲安与王元祥经金门地检署以证人身份完成问讯后，20号下午经小三通返回厦门，并接受了媒体访问。央视旗下新媒体玉渊谈天在21号下午发布题为《生还渔民揭露台粗暴对待大陆渔船真相》的视频，其中一名渔民揭露，当天台湾海巡部门的船只在执法过程中与他们的船发生碰撞，这才是导致悲剧的根本原因。我们自己船怎么可能翻掉？要看几张，万一转不翻不掉，要撞回才会翻掉了啊！冲一下，我们顶翻掉了，我们就钻到水里面跑出来。4个人只有2个上岸。事发后，台当局海巡部门的新闻稿避重就轻，声称是大陆快艇拒检蛇行才导致翻覆，只字未提碰撞2字。直到金门地检署20号晚间经过调查后发现，在追逐时双方船身发生多次接触，谎言被揭穿后，台湾海巡部门才发新闻稿改口承认了碰撞。说谎被抓现行后，台海洋事务主管机构负责人管碧玲的狡辩更是进一步引爆两岸民众怒火。管碧玲声称，他在社交媒体提到过，这起案件受到第三人责任险保障，那就代表有碰撞，大家可以去推理。他甚至将责任丢给媒体，称因为没有媒体询问，所以才会产生了误解，引发舆论哗然。第三人责任险在大陆称作第三者责任险，简称三责险，是一种商业保险，主要赔偿被保险机动车在发生意外事故时对第三方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一般购买过机动车保险的民众才对此有一定的了解。而在海上保险中，三责险是指由于被保险人的侵权行为、法律责任等造成的第三者伤亡或财产损失的责任。很明显，第三人责任险和发生碰撞之间并没有直接联系。那篇文章当中500多个字里面，只有15个字在描述这件事情，也没有提及有碰撞。写的脸书文章还要请别人去推理。你觉得全台湾的人民或者我们的媒体记者，个个都是金田一吗？个个都是柯南吗？还要去猜你的心吗？更吊诡的是，管碧玲曾在事件发生不久后表示，有一个约5分钟的追击录像，决定先交检调部门调查，过后再公布。但随着公开录影的声浪越来越大，金门地检署主任检察官20号又说，经过询问，执勤人员称当时双方超高速行驶，后来又发生了碰撞和落水事件，海巡人员因急着救人而忘了录影。此后2天，无论岛内媒体如何询问，台海巡部门都辩称海巡艇没配备全船监视系统。
执法人员因专注维持平衡和准备强靠登检，无法拿摄影器材搜证。CP-1动5号艇并没有配备密录器，所以同仁没有使用密录器，并没有违反相关的规定。外界指引我们隐匿影片，也绝非事实。深圳卫视注意到，早在2019年，台立法机构已经提案要求配发给基层人员密录器及大陆所说的执法记录仪，并获得通过。地方政府和民间机构捐赠了不少密录器给海巡部门。如今，这些设备不知为何突然不翼而飞。此外，台海巡部门在2020年11月曾高调发布新款制服，从公开图片中可以很明显看到，制服上专门配备了门禁密录器插槽。到底是有录影不愿意公布，还是海巡人员压根儿就没有依照流程作业？在民进党当局的重重谎言之下，真相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台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也敦促海巡部门有多少证据说多少话。为什么我们这一边没有录影嘛？那这个是本来就没有录影，还是只有那一段没有录影？这个要说明。那如果说平常有录影，只是那一段突然不录影，那这个反正是我们这边要解释嘛。岛内舆论质疑，就连汽车、摩托车都配备了行车记录仪，船只太小无法安装监控设备的理由明显站不住脚。此外，台海巡部门曾多次刊发录影录音，以显示执法公正，为何到了这起重大事件时，却一点影像资料都没有？我们过去在这个跑新闻、做新闻的时候，海巡人员最常做什么事情？就是搜查有没有走失物品嘛。是。那其实怎么样？你搜查走失物品都有画面。对。哦，旁边都有录影搜证。那海巡人员弟兄身上都有佩戴这个密录器，为什么这么大条的事情身上没有半个画面？到底是预算不足，还是认为说，不要每个人都有出去执行任务的时候去做资源？那这一次为什么没带？是我个人觉得可能要去调查。台湾联合报对此表示，台海巡部门第一时间的不诚实，已让自己陷入百口莫辩窘境。台湾地区前明代郭正亮注意到，随着当局不断狡辩，涉嫌隐瞒真相，并且大放厥词，声称过错在陆方，国台办的新闻稿措辞也愈发严厉。郭正亮进一步指，其实“蛇行”二字已经暴露了台海巡部门存在不当做法。他加速直线离开不是更快？为什么要蛇行呢？对。所以合理的推论是你威胁你要打他嘛？哦，他躲避。他要躲避嘛？哦，不然为什么他要蛇行呢？我相信他的广播一定会讲话。他说：“给我停下来，接下来不然你要做什么事？”对。那结果他紧张嘛，他就开始躲避嘛。这个是一个合理的推论嘛。所以为什么他不敢公布录影带嘛？因为录影带里面有声音啊。他说他没有拍，你相信吗？民进党当局另一则谎言是，台海巡部门在事发不久后声称，大陆渔船上生还的2人乡音过重，导致笔录制作存在一定的难度，时常陷入言不达意的状况。而2人受访画面一经公开，岛内舆论立刻质疑，这叫乡音太重吗？光是听我都听得清清楚楚，没有任何理解上面的问题。对啊，一个人听不懂，你再找第二个来听，也一定听得懂。台当局一系列诡辩狡辩，引发死者家属强烈不满。20号，相关家属在晋江市红十字会人员陪同下抵达金门，在前往事故船只参加完祭祀仪式后，原计划对遗体进行火化，但家属拒绝。一定要查明事情的真相，还给我们一个公道。泉州晋江红十字会高级顾问李朝辉强烈要求查明事件真相，查看事件发生完整录像和我方船只。他强调，了解人是怎么死的是最基本的诉求，台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21号上午，台海巡部门及金门红十字会协助举办死者头七法会，家属则全数以缺席抗议。台海巡部门督察组长谢庆钦此后回应指，已将证物交由检方调查，海巡也会提供慰问金，但详细金额仍待真相调查出炉决定。据台媒报道，台湾海巡之友总会秘书长李佩林22号上午赴泉州慰问渔民家属，他表示，针对此案将全力支持生者及亡者慰问事宜，相关细节陆续安排中。不过，外界认为，民进党当局在此事上谎言不断，导致推升两岸紧张局势。如果要事态全面平息，民间机构的努力还远远不够。时事评论员杨余胜向深圳卫视表示，
距离赖清德5月20号正式上任还有一段时间，夏津海域就发生如此紧张的事件，未来局势将如何发展，仍有待观察。要有可信的这样的一个调查的报告，那还有一个我个人公开的态度，那还有可能相对公正的第三方，那也适度该做的道歉与赔偿，这是个过程。但是要说很快的落幕，至少到现在我还看不到事件暂时会落幕的这个迹象。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您好。夏津海域渔船倾覆事件持续引发各方关注，尤其是生还渔民返回大陆后含泪揭露的撞船真相，更是令外界哗然。那么，管先生，您对此有何观察呢？好的，主持人。那么让各界哗然并且出离愤怒的是，如果不是这2位生还渔民对着央视的镜头含泪揭露真相的话，那么台当局、海巡部门以及主官颠倒黑白、刻意瞒报的恶行还将会延续。那么这是在粗暴践踏无辜渔民的生命之后，再度践踏大陆渔民的尊严与公平正义，那么制造2次伤害。难怪撞船这个真相被揭露之后，岛内一些个秉持最朴素良知与正义观的网友们，他们呢也都在对此在炮轰，在追问。生还渔民回到大陆之后，真相终于瞒不住了。台湾当局在无可抵赖的情形下，不得不承认船身多次接触，那么致命的海上撞击究竟发生了多少次呢？这其中的责任又如何来厘清呢？谁应该为海上的惨剧来担责？如何问责？那么到底有没有所谓的执法录像？如果有，何时公布？如果没有，那么因何会缺失呢？事实上，自从渔船倾覆致死2渔民的这个恶性事件在农年春节期间爆发以来，台当局的相关部门和主官已经多次反言，在刻意瞒报。那么这其中又有哪些个涉及到渎职与玩忽职守，同样是值得深究的。当然了，在台湾当局完整交代这一连串的严肃追问之前，当务之急，正如国台办发言人昨天再次回应强调的，无疑是要善后惨剧，满足遇难者家属的合理诉求，郑重向遇难者家属来道歉，并且要做出必要而且是合理的赔偿。人命关天，公布真相天经地义，而遇难者及其家属，他们呢正是这一起海上惨剧的最大的受害者。遇难者的亲属至今尚还没有同意遗体火化，拒绝出席金门方面按照传统习俗来组织的祭奠仪式，这本身就已经表明了立场和态度。今天呢，台湾海巡之友总会秘书长前往泉州慰问大陆渔民的亲属，有台媒就报道称说，期待探访有助事件圆满落幕。我对这个提法是严重不认同的，根本缺乏人文关怀与生命敬畏，人都没了，何来圆满呢？更何况台湾官方至今还在回避真相，还在各种卸责与玩忽职守。有台湾媒体警告，蔡当局对大陆渔船倾覆事件的处理荒腔走板，长远后果将由赖当局直接承担。您对此又怎么看呢？我注意到台当局相关部门暴力执法、草菅人命，已经引爆两岸民意，持续推高事态，长达1周之久。目前呢，赖清德以民进党主席的身份表达了所谓3点态度，也就是妥善处理、坚定执法，避免再发生。但是正如岛内媒体所犀利抨击的，从赖清德的这3点表态里呢，根本感受不到对人命的关怀，也看不出对两岸民众权益的关照，更加找不到对两岸关系的长远思考。那么这3点态度哪一点都立不住。所谓妥善处理，首先呢就应该处理台湾海巡部门主官管碧玲他的反言与诚信问题。正如联合报的今天评论所指出的，管碧玲1周以来的公开讲话，不是在遮掩糊弄，就是在避重就轻。所谓妥善处理，那么到底又从何谈起呢？难怪台媒要就此发出严正警告。当下赖清德他只想着临时的脱困，他就是一个字躲，一心想着要避免重演类似情况。但是呢，5月20号之后，这位赖省长他所要面对的，可能就不只是一艘渔船的翻覆了。两岸无法对话沟通，台方面呢单方面认定的所谓海峡中线与禁限制海域消失，乃至台湾海上旅客受检常态化等等，
那么这样的态势都可能会构成赖省长的所谓不能承受之重。所以也正如岛内资深两岸学者赵春山他所公开警告的，台当局这次的危机处理不及格，渔船倾覆事件已经并不是单纯的执法问题，它背后凸显两岸主权问题已经浮上台面，未来呢对抗将会加剧。对此，大陆学者田飞龙他的法理分析更加直白透彻。那么他撰文警告说，台独每越界一步，大陆呢就会跟进一步。大陆官方在谴责施压之外，在连续出招，启动实质性的执法行动，宣布不承认金门的所谓禁止限制水域，并且呢进行下金海域的常态化海巡执法行动等等。他们所展现和确立的，正是海上治权执法的新常态。那么田飞龙据此就判定，大陆的最新组合拳在法理与管辖实践上具有推进两岸统一的制度性的进展意义。我认为这实际上也再次见证了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反复强调，两岸必将统一，也必然统一。两岸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更呢是民心所向。但美国反华议员打所谓台湾牌的嚣张动作并未停止。今天，美国众院美中战略竞争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在台北见了蔡英文与赖清德，扬言不管大选结果，美方都将继续支持台湾。您对此又如何评论呢？加拉格尔这次牵头串台的议员团，另外还有4名众议员，绿象两党呢各有2人。加拉格尔他所在的美中战略竞争委员会是美国众议院下属的一个次级议员委员会，也是呢共和党本届占据众议院的多数议席之后搞的一个所谓的组织新动作。目前呢，这个委员会俨然已经成为国会山反华治华势力盘踞的一个大本营。成立1年多以来，已经炮制或者是酝酿炮制了多项指向针对性异常明确的涉华条款。加拉格尔也不时以各种的名义来开所谓的涉华听证会，无所不用其极的来打造他的所谓反华人设。那么就最新的窜台动作来看，加拉格尔一行他是借美国的大选联来收取台湾方面的保护费，来捞取政治资本来的。加拉格尔他扬言，不管选举结果如何，美方都将会继续全力支持台当局。但是这种登台表态作数吗？当然是不作数的。且不说在美国两党恶斗、势同水火、势不两立的当下，选举结果呢仍然没有定数。那么退而言之，即便外界最担心的所谓特朗普风险真的应验落地的话，那么加拉格尔他的廉价表态真的能驱动特朗普这位交易型的政客吗？要知道，特朗普当年在白宫椭圆办公室就曾经如此直言，那么这也是最典型的一种特朗普式的话语风格。特朗普就指着鼻尖说这是台湾，然后呢他又指了指自己生前别名坚毅的总统办公台说这是中国大陆。而记录这一关键场景的正是当年的总统国安事务助理博尔顿，他呢把这一幕写进了自己的回忆录。王毅上周在慕尼黑应约会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时，就特别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才是台湾问题的真正的现状。之前的美国众议长佩洛西南韩台海真正的现状，那么现在的加拉格尔当然就更加不能了。当地时间21号，为期2天的 G20 外长会议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根据 G20 官网发布的议程，在全球危机和紧张局势的背景下，此次会议旨在解决从中东冲突到全球治理机构改革需求等紧迫问题。不过，巴西日前与以色列发生的外交风波给会议蒙上不小阴影，外界对此次会议能否达成成果并不乐观。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都将出席此次外长会，双方是否有互动也备受外界高度关注。巴西外长维埃拉主持了21号的 G20 外长会开幕式，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及其他20国集团成员国负责外交事务的官员出席会议。在开幕致辞中，维埃拉对联合国安理会的持续瘫痪状态表示严重关切，认为安理会在巴以和俄乌冲突问题上的不作为，直接导致了人员伤亡。他表示，
希望20国集团可以在缓解国际紧张局势和推进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发挥根本性作用。根据会议议程，21号各国代表就当前国际热点冲突问题交换意见。22号，会议将就巴西提出的以全球治理改革应对当前国际危机的议题进行讨论。此外，本次会议还将就减贫和应对气候变化和环保等议题进行讨论。观察认为，在地缘政治极不稳定、世界各地危机重重之际，关注全球治理、经济议题的 G20 会议将国际紧张局势列入讨论重点，体现了安理会等多边机构的失职，以及世界局势恶化给全球经济带来的阴影。The G20 is traditionally a platform and an informal group for articulating economic and financial issues in general. Geopolitical issues and security agenda issues usually are left out of the G20, but we know that there is no way to separate these dimensions. 深圳卫视注意到，在 G20 外长会开幕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见了巴西总统卢拉。此前，由于卢拉在埃塞俄比亚出席非洲联盟峰会时，将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与犹太人大屠杀相提并论，引发了一场外交风波。以色列宣布卢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巴西则急召驻以色列大使回国。一名美国官员表示，卢拉和布林肯就巴以冲突进行了坦率的交流。布林肯向卢拉介绍了美国为结束加沙冲突所做的努力，但也告诉他，美国不同意卢拉将以色列的战争努力比作2战中的纳粹种族灭绝的说法。显然，现在全球南方和西方之间的分歧在进一步的凸显。与其说是巴西和美国之间就巴以冲突的走向、就正义和非正义的问题，以及呢美方现在对以色列的偏袒，出现了更多立场方面的分歧和偏差。我们看到的一个现实，都是全球南方国家在表达他们的立场，并没有完全跟随西方的这种逻辑以及安全方面的诉求，再一次凸显了全球南方期望在国际和平稳定方面来发出自己的声音，也希望发展中国家能够在公平正义方面坚持应有的原则。目前，巴以双方就和谈的分歧难以弥合。以色列议会21号表决通过反对与巴勒斯坦人达成永久解决方案的国际指令，反对单方面承认巴勒斯坦国的立场。以色列议会发表声明说，巴以问题的解决只能通过双方不设前提条件的直接谈判实现。以色列将继续反对单方面承认巴勒斯坦国。外界注意到，在巴以冲突问题上多国间的不同立场，让此次 G20 外长会议蒙上阴影。有分析认为，卢拉要借这次巴西主持的 G20 外长会议说服以色列接受各方提出的巴以冲突和平解决方案的期望已经落空。He tried to punch above its weight, trying to influence the war in Ukraine, the war in Gaza, and there are limitations. We should recognize that. 俄乌冲突也是此次 G20 外长会的重要议题。尽管俄罗斯外交部表示，将乌克兰问题纳入 G20 会议具有破坏性，但在俄乌冲突爆发即将届满2周年之际，乌克兰危机依然吸引着与会各方的注意。观察指，因存在巨大分歧， G20 成员国对俄乌冲突问题达成共识的前景同样不乐观。去年9月在印度举行的 G20 峰会，最终以一份淡化声明的措辞收尾。G20 平台在近年来的发展，大家会看到，在俄乌冲突发生之后，其实这个平台它发挥效能某种程度已经受到影响。应该说，对于美国来说，非常希望的是在重要的多边平台上尽可能的削弱俄罗斯的影响，甚至所谓的把俄罗斯开除在外。当前乌克兰危机和巴以冲突相互叠加，涉及到国际公平正义的问题变得更多的复杂。很多西方人士分析，当前针对2场冲突，其实西方自身已经表现出双标，西方尤其是美国是按照自己的政策主张，按照自身的战略诉求来进行设定，希望呢通过 G20 的平台进一步的加固、放大自身的立场，达到战略竞争的目的。实际上，美欧多国民众对俄乌冲突感到疲惫。据法新社21号报道，最新一项民调显示，只有10%的欧洲人认为乌克兰能够在战场上击败俄罗斯，33%的受访者表示，欧洲应该效仿美国削减援助，并推动乌克兰与俄罗斯达成协议。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出席此次 G20 外长会，也引发各方关注。俄方介绍，拉夫罗夫将在会议期间强调，使用全部外交工具，
采取和平解决争端手段，开展相互尊重的对话，进行合作尤其重要。他还补充说，拉夫罗夫还将借此机会与多位 G20 国家外长举行双边会谈。多家外媒关注拉夫罗夫是否会在里约热内卢与布林肯会面。法新社称，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两人仅在2023年3月于新德里举办的 G20 外长会期间有过一次简短的1对1会面，但外界对此并不看好。一方面是因为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上周在狱中死亡，导致西方与俄罗斯的关系进一步紧张；而另一方面，就在此次外长会召开之际，路透社援引多名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已向俄罗斯提供了约400枚地对地弹道导弹。美西方国家担忧两国是否已达成相互转让武器协议。若伊朗获得了俄罗斯的先进武器，将会对本轮巴以冲突和地区现状造成影响。显然，现在呢，从美国的角度来说，保持与俄罗斯之间的密切沟通，从战略的需要的方面，并没有极大的紧迫性。尽管美国一直强调的是两个大国之间应该防止误判，但是呢，从沟通的方面来说，如果美国认为进行相关的沟通无异于给俄罗斯更多的战略空间，或者是使自己对俄罗斯全面施压的战略围堵的相关的努力，进而受到影响的话，那么美国会有自己的选择。G20 外长会议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那您认为在这场重大的国际多边外交场合，中方将起到何种作用呢？这次这个在巴西举行的20国外长峰会呢，有2个背景，一个是在巴西举行，而巴西的这个总统卢拉最近对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这个开展的这个军事行动呢，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认为呢，以色列的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类似于像犹太人在这个2战中被大屠杀的这样的一种事件相比拟，因此呢引起了这个以色列的强烈的不满。第2个背景就是我们知道在去年这个9月份呢，这个非盟被这个接纳为20国集团的成员，因此呢非盟的与会也会为这次大会增添它的特点。那么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这个我想这次会议肯定会围绕着这个巴以冲突，加沙地带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问题进行展开讨论。此外呢，俄乌冲突也应该是这次会议的一个重点讨论的议题，还有像世界经济的不景气的问题，还有像气候转暖问题，这些问题呢，大概都是这次会议将要讨论的主要的方面。那么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在这些众多的议题中，中国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我想中国会一如既往的这个坚持这个在巴以冲突中以2国方案来解决巴以的矛盾啊，这个实现这个停火，这个加大这个人道主义援助的力度。此外呢，在这个俄乌冲突上，中国会坚持自己的立场，要求按照这个对话的原则，通过政治方式来化解这场危机。那么对于全球的这个经济问题，那么我想中国会这个主张通过合作啊、共赢、相互尊重这样的一个原则来解决当前世界经济所面临的主要挑战，而不是这个采取什么保护主义这样的措施来这个应对这场危机。因此呢，我想中国在这次20国峰会、20国这个外长会议上会这个发挥自己的独特的作用，以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这个姿态来阐述自己的立场，来贡献自己的智慧。在本次 G20 外长会召开前，巴西总统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面时，已经就巴以冲突展现了不同立场。那您认为这种矛盾是否预示了本次会议的走向呢？那么这样的一种对立的情绪，我想在这次巴西举行的20国外长会议上也会这个反映出来。这次会议上呢，美国会和巴西总统就这个问题展开针锋相对的这种辩论啊，这个争论。那么，但是呢，我个人认为，美国的立场不会是代表多数人的意见，它只是他一家之言。我想20国峰会大部分成员会站在巴西一边，因为我们知道前不久刚刚举行的联合国安理会的这个会议上表决呢，
要求以色列停火的一个决议表决中呢，唯一美国投了反对票，其他的有13个国家赞成。美国最坚定的盟友英国也投了弃权票。也就是说，在20国峰会上，美国依然会面临相同的局面。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国家不会跟着美国走。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是孤家寡人。伊朗被曝已向俄罗斯提供约400枚弹道导弹，外界格外关注这则消息是否影响美俄外长在此次 G20 外长会互动的可能性呢？那对此您怎么看？关于外界说这个伊朗向俄罗斯提供400枚地对地导弹这个问题呢，我觉得现在还得不到有力的证明。但是不管怎么样，伊朗和俄罗斯的合作越来越密切，这是铁定的事实。这也说明呢。伊朗和俄罗斯呢，在很多问题上的共识越来越多，双方在很多问题上呢，相互支持，这是一个两国关系中的一个现实。同时，在反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这个霸权政策方面，伊朗和俄罗斯走得也越来越近，这是一个大的趋势。那么至于说在这次会议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不会会面？我想，两个人应该会见面。当然，见面的方式可能不会是非常正规的、正式的，而是比较这个随意的。比如说，两国外长举行一个简短的这个见面啊。因为这个两国尽管在很多问题上矛盾重重，在巴以问题上，尤其是在俄乌冲突上，这个双方的立场尖锐对立，但是呢。既然参加了20国峰会，在这样一个多边的场合，对于美国和俄罗斯来说，也是他们一个接触的一个平台。我想双方都会利用这个平台来见上一面。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呢也希望和俄罗斯就解决乌克兰的问题进行一些探讨，是吧？双方摸摸各自的底牌就有哪些。